大家好，欢迎来到 Fiona 的频道。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关于龟背竹的养护。我家里一共有4盆龟背竹，这一年养护这个龟背竹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今天呢，就在这儿分享给大家。我会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给大家讲一下养护龟背竹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我们第一点跟大家聊一下龟背竹的购买渠道。其实龟背竹是一个非常常见、非常好买的东西，在北美这边，比如说 Home Depot 呀、Lowe's， 甚至是超市，就是你平时买菜的时候，出门的时候顺手都能拎一盆。比如说 Trader Joe 老是有龟背竹卖。当然了 ，Trader Joe 卖的龟背竹，因为它那个店比较小嘛，而且它主要是卖 grocery 的，所以你买到的龟背竹呢，就是比较小一些的 size。不过没关系，养一养它都会养大的，所以无所谓。在各种的花圃，在美国叫 nursery， 你也是到处都有龟背竹卖。而且在 nursery 呢，你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买到那种特别大、已经养得特别成熟的。对于只是想给家里做一个装饰，然后又没有什么耐心把它慢慢养大的同学呢，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了，这个植物啊，它基本上都是越大的越贵，所以说你在 nursery 买到的那种比较大的、开了背也开了洞好的龟背竹呢，它可能就会比较贵一些。所以说比较有耐心的同学呢，就可以从 Home Depot 或者是 Lowe's 或者说是 Trader Joe's 买。如果你是想直接买一盆特别大的，然后回家就可以摆在那边非常好看，然后是一个 statement piece 的话，你就可以从nursery 去找那种特别大盆的。一般这种龟背竹的话，它的价格在 Home Depot 之类的，也就是20到30块钱一盆，也是蛮大的一盆，差不多能有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盆。差不多有这么大的一个盆。然后我这一颗呢是从 Trader Joe 买的，大概是一个4英尺或者6英尺的盆子，这个可能就是才10块钱或者15块钱左右。接下来我们就真正的讲一下养护龟背竹的内容。这个龟背竹呢非常的好养，但是你也必须要知道它的一些习性。养护植物不光是龟背竹啊，有几大要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水分，第二就是光照，第三就是养分和土壤。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讲一下。当然了，还有湿度啊什么的，不过龟背竹对这些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今天我们先从这个光照来讲一下。光照的话，龟背竹它是喜欢明亮的散射光。其实大部分植物它都是喜欢明亮的散射光的。龟背竹呢，它不是一个特例，但是龟背竹呢，它是比较怕晒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把它放在朝南的窗户的时候，它在长速和长出来的叶子的大小方面都是最理想的。如果你把它放在朝西的或者朝东的窗户的时候呢，它会长得没有那么快。就很多人说它其实是一个能忍受低光的植物，但是能忍受低光呢，代表它能活下来，不代表它在低光的状态下会长得最好。如果你要让它长得最好，光线的要求就是说还是要明亮的散射光比较好。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它生长的速度啊，跟就是你的室内的光线和温度有非常大的联系。当光线好的时候，它的叶子呢会长得比较大。然后它的分叉也会分得比较好，而且呢，它长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它虽然说在低光的情况下也能存活，但是它就长得没有那么快，也长得没有那么好。所以说，要想龟背竹长得好，给它明亮的散射光。你说我放在朝东的或者朝西的窗户行不行？只要你有光线都可以。但是朝东和朝西的窗户你要注意什么呢？比如说朝西的窗户，它会有一个西晒的问题，你不要让它在直接的太阳光底下暴晒太久，问题就不大。每天有那么1-2个小时，你说我的窗户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直接的光线，每天1-2个小时其实不打紧。我之前把它放在朝南的窗户的，然后它长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放在朝西的窗户以后呢，它其实用了一段时间来适应，它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长，就是没有给我新叶子。但是等它适应了以后，它现在也长得非常的好了。但是我们朝西的这个窗户呢，因为外面有一个帘子，它不存在有西晒的问题。如果你有西晒的问题特别严重的话，你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给它遮一下阳。好，然后讲完光线，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水分。给龟背竹浇水要什么频率呢？
很多的人会说，哦，我就1周浇一次，我就2周浇一次，或者什么样的，你会看见各种各样的信息在网上。但是其实给植物浇水，每个人的频率应该是不一样的，它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土和你用什么样的盆。如果你的盆特别大的话，你浇一次水浇透了以后，那个水很久都不会干，你可能2到3周才需要再给它浇一次。但是如果你的盆比较小，它本来也出不了多少水，然后水分呢又走得很快的话，你可能1周就需要给它浇一次。所以这个浇水啊，一定要看你的盆土有没有干了以后再浇。你不能说我现在用了一个很大的盆，虽然说我这个盆土还没有干，但是人家都说我要1周或者2周浇一次，我就1周2周浇一次，不是这样子的。有的大盆你可能3周都不会干，那你就3周浇一次；有的小盆你可能就是5天就干了，那你就5天浇一次。像我家呢，我有2个不同 size 的盆来养我的龟背竹，就是这种大盆的，就这种盆，你大概2到3周才需要给它浇一次。为什么呢？你每次就是你要看那个盆土有没有干，你可以去买一个湿度计，我会链接在下面。当然了，但是那个不是必须的。其实你用手指插到土壤里面去，插2个关节，如果你感觉土都是干干的，你就可以浇水了。如果你插下去以后，你感觉好像基本上都还挺湿的，那你就不要浇水。其实是非常简单，也非常就是易懂易操作的一个事情。我家养龟背竹的盆呢，一共有2个大小，像这个大的。这个浇一次水呢，你大概2到3周都不用再给它浇。如果你每周给它浇的话呢，它就有烂根的风险，因为你那个水积在那儿太久排不出去，然后它一直是一个非常湿的状态，它就很有可能烂根。我还有一个这样子的8寸的盆，这个盆呢就相对的小一些。这个盆我就是每周都浇，因为你每周都能，就是你伸手下去摸的时候，它那个土壤你都会发现每周都是干掉的。还有就是看你的那个根系呀有多大。比如说这个，它其实根系蛮多的，这个盆里边你浇了水以后，它储存不了太多的水。除了盆的 size 呢，还有一个水分储存的问题。水分储存呢有2个要素要看，就是一是你的根系有多少跟那个土的比例，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的介质，你的土壤介质它是不是存水的那种介质。比如说我的这一盆，它其实底下的根系已经挺满的了，所以你每次浇水的时候啊，它其实不太能够存太多的水，然后它会从底下漏出来。我用的介质呢又是比较疏松透水的，就是这些植物啊根干一点比湿一点要好，所以我就是遵循这个原则。我一般就是配土的时候，我都会配比较粗颗粒的，然后不容易烂根的那种土。所以这种土呢，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浇得勤一点。测湿度的湿度计呢，它长什么样子就长这个样子。比如说你这个插进去以后，你就插到土壤因为它这个够长，它能测到就是它底下的土壤有没有完全的干透。像我这个插进去，它真的就是干透了，它在 dry 这边。如果你插进去是在绿色的这一档，它是 moist， 那你就暂时还不用浇水。比如说我这盆大的，虽然说我上周2个都是一起浇的水，这盆大的。你现在擦下去，它其实就是还是 moist 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大的就还不用浇水，但是那个小的呢，你现在就可以浇水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一点配土，但是这个配土的方法呢，其实对于龟背竹来讲，它对土壤不是特别挑剔。你就是在一般的那些店里面买的那种盆栽用的土 ，indoor 的 potting mix 就都可以用。或者如果你要想它疏松透气一点呢，你可以用那个 cactus 的那种 soil， 或者你要想它更透气呢，你还可以往里面加一些珍珠岩，叫 perlite。然后关于龟背竹的换盆，什么时候需要换盆呢？你就是在你根系长满了以后，你一般才需要换盆。每次换盆呢，你就找比你现在的盆大概2个 inch 的 size 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从一个6寸的盆，你就换到一个8寸的盆。你从一个4寸的盆，你就换到一个6寸的盆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一劳永逸了。这样子的话呢，如果你盆土太多，但是你的根系很少，你那个水啊很久都不能就是挥发出去的话，一直积在那儿，就很容易有烂根的风险。你把这个盆捏一捏，然后让它那个土松一下，然后你就轻轻的，不要使劲扯它，但是你可以轻轻的这样子把它拿出来看一下。看一下它的，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根系，这个根系就是白白的，而且非常粗壮，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根系。然后你看它这个
都是它的根，这底下都是它的根，然后这些地方也都是都是全是根了。然后你看它的底部也都是很多根了。像这种情况，你其实可以换盆了。但是你要是想让它在这里面再长一长，它也是可以长。所以换盆的原则就是，你看你拿起来看一下根系有没有长满，它是不是还有地方长？其实这个它还有地方长。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图说话，讲一下这个龟背竹的各个部位，就是新叶、老叶、开背、开洞、气根以及它的生长节点在哪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气根，它的气根呢，很多时候它会长得特别长，然后就插到土里给它供营养。气根长得越好，能插到土里的话，它这个叶片呀就会长得越大。所以很多人会用水苔包裹来促进它的这个气根的生长。而且如果你要扦插的话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气根养的再长一点以后再进行一个扦插，它会比存活的几率会比较高。龟背竹开背，它其实长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开背。你看我这一棵龟背竹啊，因为我还没有给它剪过，所以它的新叶子、老叶子都还在。老的叶子你可以看见，它就是都没有开背的，它就都是这样子。但是随着它慢慢长大，你看它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开背了，开了背以后，它的背呢就会越开越多。你看上一片是这样子，这一片就是这样子，下一片它的背会开得越来越多。而且你养到更大了以后呢，它这个中间啊还会开洞。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听人家说龟背竹有没有开背或者有没有开洞，就是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呢是它的一个生长点，这个英文叫做 growing eye。除了浇水，然后给它足够的光照以外，其实这个真的不需要太操心。然后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可以把它的叶子稍微拿清水擦一擦，这样保证呢就是它上面不会积太多的灰，影响它的光合作用。下面呢，我们就讲一下施肥。你说施肥是不是必要的呢？你需不需要给肥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龟背竹它真的是很好养，也很好长。施肥呢不是必要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叶子长得大，然后龟背竹它发育得快，那么你还是可能需要给它一些肥料，这样能促进它长得更快，叶子长得更大，开背开得更漂亮。我现在主要是用2种肥料给这个龟背竹啊，一种是这个 All-Purpose 的 Plant Food， 就是 Miracle Grow 这个牌子的，这个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能用，它里面配了一个这个小的勺子，小的这一头呢是给室内植物用的，一勺这个小的加1 gallon 的水，加完了以后你浇水的时候给它们浇，可能隔一次浇水的时候，我大概就会给它们施一次肥这样。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龟背竹的扦插。龟背竹呢是一个非常容易扦插的植物，你要怎么样才能一盆变多盆，多盆变再多盆呢？你就需要把它扦插，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生长点。比如说你把这个龟背竹啊，如果你拿去扦插，你要剪的话，从哪里剪呢？就从这一节的中间来剪。这你剪了以后，你上面就可以拿去扦插一个，然后你从这个中间再剪了，你还可以扦插一个，然后这下面这个呢，你如果拿去扦插的话，它就会从这个地方再发一支出来。所以你如果要扦插龟背竹，你千万不能贴着这个根儿剪，一节的中间这样子剪，然后它一个节点是带根的，带一片叶子，它就可以很好的扦插了。龟背竹的扦插呢有好几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水培，就是你剪下来以后就直接泡在水里面，然后它那个根呢就会继续的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可能2、3周以前扦插的一个龟背竹的顶枝，就这样子。这个就是我大概3周以前从其中一棵龟背竹上面剪下来，然后水培的这么一个龟背竹。当时它的根呢，它的气根大概是这么长，大家能看到。但是现在几周过去了，它不仅长出了这么长的一个根系啊，而且它这个气根旁边呢也开始发这种小的根。等它再长长一点，那个须根再多一点以后呢，它其实就可以转土培了。这个其实它剪下来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小片叶子，在我插进去以后呢，它这个叶子其实也还在继续的长。这个水里面我是没有放任何的营养液，但是你可以放一些帮助生根的营养液，这样子呢，它的生根会更加的快，这个叶子呢也会更少的受损害，因为水里毕竟没有什么营养嘛，没有在土里面养的那么好。除了用水培的扦插方法呢，你还可以用土培。
但是呢，有的人说土培会快一点，长得也要壮一点。有的人说水培呢失败率比较低，这都看你自己。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试验这种不同的介质里面，然后来培育新的植物，其实是一个非常解压也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陶土粒来拌水培。以后我们可以专门开一期再讲一下植物的扦插和发根需要注意的事项。关于病虫害呢，这个其实都不用太多的去讲，因为我们这一集是专门讲龟背竹嘛。龟背竹真的是很少有病虫害的这么一个植物。我现在4棵龟背竹，从来就没有看见它上面有什么虫害。如果你发现叶子上有虫卵啊，不管是什么虫卵，什么 spider mites 呀，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虫卵，你可以用这个 neem oil， 然后去喷它，然后多喷几次，基本上就可以都消灭掉了。不过龟背竹真的是非常少生病生虫害的这么一个植物，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推荐它作为绿植新手入门的一个植物。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龟背竹养护的一些注意事项。龟背竹真的总体来讲是一个非常容易养护的植物。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下方留言，也欢迎大家给我点赞关注。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